平时我们都在看宇宙里边的各种星星，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脚下的这一颗蓝色星球到底是怎么来的？它在宇宙里边转了几十亿年，都经历了些什么？未来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今天我们切换到宇宙的视角，讲讲地球的故事。永远不要停止思考，我是阿一，我是娜娜。那首先得说说地球的原材料，来自太阳系形成前的宇宙多代恒星的演化与爆发。在太阳系诞生之前，宇宙里边无数大质量恒星走完了生命的周期，它们在内部核聚变当中逐步将氢氦这些轻的元素变成了碳、氧、铁等等的重元素，更重的金、铂等等这些元素来自于中子星合并这类极端的宇宙事件。这些恒星死亡时，要么是通过超新星爆发，要么是通过其他方式将已经合成的重元素抛洒到太空，与星际间的原始氢氦气体混合。这些带着热量的星际尘埃和气体在引力作用下就慢慢的汇聚在一起，为太阳系的形成埋下伏笔。没有这么多代恒星的物质馈赠，就没有构成地球和生命的基础物质。之后这些星际尘埃和气体在引力的作用下慢慢聚集到了一起，形成了一片超大的星云，也就是太阳星云。就跟磁铁会吸那个铁屑一样的，星云中心的物质就越聚越多，密度和温度就不断的往上窜。等压力达到临界值的时候，氢原子就开始了核聚变，等变成氦原子并释放出大量的光和热，我们的太阳就诞生了。我打断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说地球的一生，而我们在聊太阳？那要聊地球必须得说太阳，你有这个疑问也很对，因为从这以后太阳的引力就决定了周围的物质都会围着它打转，为后边行星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太阳诞生之后，剩下的星云物质在太阳引力和自转离心力的作用下，围绕着太阳呢就形成了一个旋转的尘埃盘，盘里边的那些微小的尘埃颗粒在运动的时候就互相的碰撞，小的颗粒粘在一起变成大颗粒，大的颗粒再粘在一起又变成了更大的颗粒，像滚雪球一样是吗？对，滚雪球一样的一个效果，它就慢慢长成了千米级的小行星，最后又合并变成了原始的行星胚胎，也就是原行星。这里要提一句，太阳星云里边的冻结线是个特别关键的事情，它大概呢就是在小行星带附近，由于它的内侧呢温度会比较高，水呀、甲烷呀这类挥发性的物质无法凝结成固态，只有岩石和金属能够聚集形成，这才给岩质行星的形成造成了条件。而线外侧的温度呢是极低的，挥发物都以冰的形式存在，所以才能形成巨行星的核心。说到这里呢，我们熟知的太阳系的内行星内外物质的差别其实上是特别大的。大家都知道，靠近太阳的内太阳系，由于温度比较高，水和甲烷这些容易挥发的物质都被太阳风给刮走了，只剩下岩石和金属这些重的东西。所以水星、金星、地球、火星都是密度大的岩石行星，而小行星带以外的太阳系温度特别的低，水冰、甲烷冰这些冰物质都保留了下来。这些冰物质呢聚集形成了原始的行星胚胎，质量够大了就开始吸收周围的氢气、氦气，最后长成了木星、土星这样的气态巨行星，还有天王星、海王星这样子的冰巨行星。说白了就是太阳的热量边界决定了行星的材质是怎么构成的所以我们靠近太阳，所以实际上我们就是个大石头。对。但是当时是大石头，应该跟现在不一样。是的，这个时候的地球还只是原始的胚胎状态。地球在形成后，在自己的轨道上不断的跟其他的小行星、彗星碰撞融合，体积就越变越大了。这些碰撞产生的能量特别大，让地球的表面一直处于熔融的状态，到处都是岩浆和火山灰，根本没有稳定的陆地或者是海洋。这就是地球最初的样子。而且每次碰撞呢，不光让地球变得更重，还影响了它的轨道和自转的姿态，这也为地球的分层结构打下了基础。那你说到分层，地球的这个结构就是一层一层，它是怎么来的？那其实上这是靠地球的重力自然分开的。当时呢，地球是熔融的球体的状态，铁呀、镍呀这些比较重的金属，它密度大，它就往中心沉了，慢慢的就聚集在了一起，形成了高温高压的金属地核。地核一转呢，还产生了我们地球的磁场，能够挡住太阳风的侵袭。这个就是咱们之前看到的极光它的形成原因了。密度较小的硅酸盐岩石就飘在了地核的外面，冷却之后就形成了粘稠的地幔。最外层的岩石是冷却
觉得最快的，慢慢就凝固成了薄薄的地壳，地球的3层结构也就这样子形成了。地球刚刚稳定没有多久呢，就遭遇了一次关键性的碰撞，有一颗和火星差不多大小的一颗圆行星，科学家们叫它推伊亚，是以一个合适的角度撞向了地球。这次碰撞的能量非常的大，把推伊亚的一部分物质还有地球表面的岩石岩浆都抛洒到了太空当中，形成了一个围绕着地球转的碎片盘。这些碎片在引力的作用下慢慢聚集在了一起，这就形成了我们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月球。那月球的存在是不是就促进了地球的生态发展呢？没有错，月球对于地球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它的引力让地球的自转轴逐渐的稳定了下来，才有了咱们的春夏秋冬。而它引发的潮汐不光塑造了我们的海岸线，还可能是帮助了海洋里边生命的演化。月球表面密密麻麻的撞击坑呢，也见证了太阳系早期小天体撞击的频繁程度，也让我们能够直观的感受到地球早期同样面临的撞击风险。它的存在为生命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环境。要是没有月球，地球可能就是一颗没有季节、没有稳定环境的荒芜星球。而地球形成后的头5亿年叫做冥古宙时期，那可是真正的蛮荒时代。当时地球表面火山喷发特别的频繁，大气里边全是甲烷、氨气、二氧化碳这些有毒的气体，天空也是暗红色的，地面上到处都是岩浆的熔岩流。但是就在那么恶劣的环境里边，生命的种子已经在酝酿了。彗星和小行星不断的在撞击地球，带来了氨基酸、核苷酸这些有机物，这些都是构成生命的基础。同时呢，地球内部的岩浆活动不断的释放水蒸气，再加上彗星撞击日积月累的给地球带来了水物质，带来了冰，这些水的出现攒够了足够的条件。后来地球表面的温度就逐渐降低了，大气里边的水蒸气就开始凝结，下了一场持续数百万年的大雨，雨水落在了地表的低洼处，再加上地壳运动形成的盆地，慢慢就聚集成了我们现在见到的海洋。当时海洋的面积差不多占了地球表面积的80%以上，它能够调节地球的温度，挡住宇宙的射线，同时呢还能让有机物在里边充分的混合反应。可以说海洋就是生命诞生的温床。从这之后，地球才逐渐从一颗没有生命的大石头变成了蓝色、有水、有生命的星球。大约在38亿年前，原始海洋里边有小的有机分子在闪电、火山热这些能量的作用之下，慢慢合成了蛋白质、核酸这些有机的大分子。这些大分子聚在一起，形成了最早的生命——原核生物。它们的结构非常的简单，没有细胞核，但是却能代谢和繁殖。之后呢，生命就开始逐步的演化。25亿年前左右，蓝细菌出现了，它们能够进行光合作用。再后来，原核生物演化出了真核生物，单细胞生物变成了多细胞生物。海洋里边慢慢就有了藻类、无脊椎动物，还有鱼类。最后，生命还从海洋走到了陆地上。蓝细菌也就是蓝藻，它的光合作用会释放出氧气，现在看来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在当时可是一场灾难。大约在24亿年前的时候，大气里边的氧气就越来越多。当时大部分生物都是厌氧生物，氧气对于它们来说就是有毒的，所以大量的厌氧生物就都灭绝了，这就是大氧化事件。但同时呢，有氧呼吸的生物就出现了，它们利用能量的效率会更高，演化的速度也就更快了。而且高空形成了臭氧层，挡住了大部分的紫外线，让生命能够在陆地上生存，地球的生态系统也就这样慢慢形成了。这里的地球是不是差不多已经达到现在这个形态了呢？那生命的演化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实上也并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生命的状态。大概在6600万年之前，一颗直径大约10公里的小行星撞上了地球，这就是恐龙灭绝的核心原因之一。撞击扬起的尘埃遮蔽了阳光长达数年，植物无法光合作用，它们就大量的枯萎了，整个食物链就彻底的断裂了。再加上当时的地球本身也在经历大规模的火山活动，环境就持续恶化了。在多重因素的叠
叠加之下，统治地球1.6亿年的庞然大物恐龙就此灭绝了。但是这场灾难也给我们这样的哺乳动物带来了机会，它们迅速的崛起，然后通过演化，从树栖类的灵长类到了直立能行走的古人类，最后才有了咱们人类文明。从恐龙灭绝到人类的诞生，看着久，其实上在地球的历史上也就是一瞬间的事情。不过大家要知道，刚才所提到的这些事情也是通过科学来推演的，并不是真正能够让我们去证实的一些事情。宇宙里边呢也没有永恒的天体，地球早晚也会走向终结。恒星的演化、宇宙环境的变化都会决定地球的最终命运。科学家们对地球的终结有3种主要的预测。第一种呢是50亿年之后，太阳会变成红巨星，体积会膨胀到吞噬水星、金星。到时候呢，地球要么被高温气化，要么被甩出去变成流浪行星。当然，这一点也是有相应的科学依据的，会有不同的结果。第二种呢是当太阳的能量耗尽之后，会变成冷却的白矮星，地球没有了主要的热量能源，表面会慢慢的冻结，变成一颗没有生命的死星。第3种是在未来数十亿年内，地球可能会遭遇大型小行星的撞击，大概率会引发生物的灭绝，全球生态系统的崩溃。但是呢，它不会让地球本身彻底的解体毁灭。而银河系和仙女座星系的碰撞，之前我们在节目里边也说过，它也不会让地球真正的毁灭，更多的是改变太阳系的轨道环境。总的来说，地球起源于超新星爆发的尘埃，经过了46亿年的演化，从一颗熔融的岩石星球变成了孕育生命的蓝色星球。它见证了恒星的生老病死，经历了无数次的碰撞和地质活动，还养出了从微生物到人类各种各样的生命。地球的存在在宇宙里边只是一个偶然，也是生命诞生的必然。正如卡尔萨根在《暗淡蓝点》中所说的，在浩瀚的宇宙剧场里，地球只是一粒悬浮在阳光中的微尘。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所有的亲友、财产、悲欢离合，所有的战争与和平，所有的辉煌与苦难，都发生在这一颗小小的蓝色星球上。对于这颗小小的蓝色星球的未来，你还有别的什么推测吗？评论区里边说说你的想法。喜欢用我们的视频下饭哄睡的小伙伴，也别忘了给我们点个赞，点个关注。永远不要停止思考，我们下期再见，拜拜。